大家好，我是多马行为。今天我们来讲《电锯人》第二部的第10话。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我点到3000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上一话讲到，优子彻底失控了，化身为恶魔形态，战争恶魔对正义恶魔的战斗也随之展开。从学校的窗户外，我们可以看到约尔正拿着刀和数条触手在缠斗。虽然没有田中脊髓剑那么趁手的武器但是约尔的战斗能力那还是相当过人的。闪转腾挪之间就斩断了优子的一条触手，可这并不能对优子造成任何影响他一边吐槽约尔的身姿还挺帅的嘛，结果反手就伸长了眉毛，射出一发蛇形打击绕过了地形，从窗户外袭击了约尔。我操，真的牛批！你就是乌龙院的长眉师傅对吧？后者被重击打得飞进了教室，整个人都焊在了窗户上。全班同学被这突发状况搞得有点不知所措。老师一扭头看见门外有个在高速蠕动的身影，哟，这怎么还有只恶魔吓得他是赶紧按动了黑板下面的紧急按钮。顿时全校都响起了恶魔袭击的警报，所有的学生都被要求紧急疏散避难。同学们还慢悠悠地走出教室，寻思这是不是在搞演习结果优子直接从他们身后走了出来，打消了各位的疑虑各位同学，这可不是在演习哦。在场的同学们回身一看，足足愣了有3秒钟随后无不惊呼道：救命是魔人啾啾优子开始在逃跑的人群中进行着思维搜寻，他马上便找到了之前在三将鞋柜里恶作剧的几个人。他仔细一看，哟，这不是之前在过道里嘴臭的那几个388吗？正在优子准备对他们实施惩戒之时约尔这边终于是缓过气来了。他催动法力投出了一发铅笔之枪，不过优子再度显现了他的读心能力轻松的就接住了早就预料到的偷袭攻击。约尔还在抱怨自己手上没有活物，用这种非生物制造出来的武器威力属实有点拉胯优子呢，索性就拿起了约尔的武器下手率先插死了一个仇人。其他的同学一看What the fuck， 真的出人命了，尿都快吓出来了。另一个欺负过三将的女生更是边跑边在求饶可是优子杀意已决他一挥手就把这个小妹妹拍在了墙上。正当优子准备去追杀最后一个女生的时候，一个身形魁梧的学生挡住了他的去路。此人自称是恶魔猎人社的成员要在正牌的恶魔猎人赶到之前全力拖住优子。我定睛一看，他的武器这不是铁拳断风吗？完了，这还打个屁大兄弟，你跟全系一个造型的，多半是要跪了呀。不过这个人似乎还是有点实力的居然能和优子过上2招。约尔呢也是趁机在一旁疯狂的打辅助他这样做的目的呢是希望优子这边打仗的动静更激烈一点，这样才好把电锯人给引出来。刚说完一个灭却师跟一个太刀妹子也加入到了战斗，3个人联合起来进行了轮番的进攻。优子的肢体瞬间就被打得七零八落。就在我和约尔都想吐槽到我靠有没有搞错优子你怎么这么菜这电锯人都还没出来，感觉你先要嗝屁了谁知这时优子却云淡风轻地解释道：哎呀，我之前只是不想杀这几个无罪之人而已罢了，现在嘛，你们3个人居然联手起来欺负我，所以你们都是坏人对吧？什么？原来优子之前是在放水的吗？他挥动起触手来，瞬间就逆转了局面。不过我觉得你这个攻击是不是有性别歧视为什么对这2个大老爷们下手这么狠都打穿孔了？这个太刀妹子就只是把人家打飞到窗户外而已优子看了看被自己打得奄奄一息的几个人警告约尔不要轻举妄动，因为自己早就识破了他的全部作战计划。比如在教室里藏了各种什么文具和陷阱
甚至还想捡起地上优子的断肢来做武器。不过优子的态度也并不算太恶劣，他只是要求月儿站在一旁围观就行了，自己今天必须要把欺负三阴将的人全都给灭了。可是这时月儿却异常冷静地看着优子表示自己还有一招妙计。优子呢则是有些不解，你可拉倒吧，你不就想把三阴将召唤出来对付我吗？没有用的，这些我都预判到了。那我可是那个……还没等优子说完月儿眼睛一闭就转换为了三阴将的模样。而这时优子似乎在三阴将的脑海中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景象，他突然惊慌失措的大叫了起来：什么？三阴将你在干什么呀？你不要乱来呀，千万不能那样做呀！伴随着三阴将坚定的眼神和万恶的谜语人结局，这期的故事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不过我大致也看出了优子的弱点何在了，那就是优子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正义理由才能对别人出手比如在他杀害邻居的时候，就是以邻居好吃懒做为理由，杀害了几个女同学是因为他们欺负了三阴将。一开始面对恶魔猎人社处于下风，那是因为恶魔猎人社打优子那是在维护正义。可是当3个人群殴优子的时候优子就可以给他们定一个欺负人的罪名，之后再名正言顺的展开反击。所以三阴将是否是抓住了正义恶魔的某种特性，让优子接下来会陷入到一个选择困难的局面我们下周再来揭晓吧。本话结束。